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会员制已经启动了。那只要您点击网页上的加入呢，就会引导你如何加入会员。最近有些新朋友在留言里或者来信里问到说，加入会员有什么差别吗？那我们在上周已经做了一部视频来说明了就是这一步。那还请大家呢可以参考看看。那也有不少大学生和研究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节目对他们很有帮助。那谢谢大家，也请你们呢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知道。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主要聚焦在两个大重点：一、中共病毒超限战，绑架人命，扩张锐实力；二、宣传战转风向，中共败相已现。好，马上来看第一个重点：中共病毒超限战，绑架人命，扩张锐实力。从去年底疫情发生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的抗疫工作和宣传重点呢有几个明显的阶段变化。先是设法应对掩盖国内疫情，接着宣称抗疫有成，各地疫情清零，推动复工复产，再来开始通过大内宣和大外宣来甩锅病毒，接着呢再实施口罩外交，营造大国担当。然而呢，这一系列的转变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中共的一项超限战战略。中共想利用这次病毒蔓延全球的疫情之势，来乘势呢对外扩张锐实力。也就是说，中共想要顺势利用这场疫情作为武器，把病毒作为自己的武器，来进一步推动中共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那怎么说呢？大致上可以归纳出5个步骤，我们姑且叫做病毒超限战5部曲。第一部曲，全球掠夺防护装备，制造市场稀缺。那大家知道在中国疫情刚刚爆发之后呢，有大批的海外华人纷纷从海外各地采购口罩防护服等等装备呢，寄回中国去，希望帮助医护人员抗疫，或者是给自己的家人使用。那世界各国呢，也纷纷捐出大量的物资，帮助中国对抗疫情。同时呢，中共当局也通过官方或民间的途径，向海外大肆收购口罩。比方说，有中国公司向土耳其采购2亿个口罩，那李克强也曾经敦促欧洲加速批准中方向欧盟的采购案。那在澳洲，有一位有军方背景的华人企业家筹集了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各类物资送回中国。那根据《纽约时报》披露呢，中国从1月起，在5周之内就从海外进口了21个口罩，相当于全球2个半月的产量。那中方呢，还进口了4亿套其他各类防护装备，就连海外华人寄回中国的口罩物资也被各地海关拦截征用了。然而呢，中方在海外的大量采购也造成全球市场的物资短缺，特别是当疫情呢向海外蔓延之后，包括美国、意大利等等国家呢，都陷入了缺乏口罩、缺乏防护装备的困境。The Chinese customs data shows one statistic that I think every American should sit up and really stare at. 2.2 billion masks China bought between January 24th and the end of February. And right. Look, if Americans are getting infecte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asks, Italians are dying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ask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re going down. 在3月底，有海外人士爆料指出中共早就在1月底就派出了大量的国安人员前往海外采购口罩，那引爆这一场全球抢购口罩大战，导致外国的防疫资源不足，形同是一场隐形的战争行为。那澳洲媒体也披露，中共派出国企员工到海外大量的采购防护装备，在澳洲森林大火期间呢，澳洲就有大量的口罩被抢购寄到中国去了。澳洲的悉尼晨居报更披露说，这些中方人员在海外的采购呢，背后是受到中共统战部的直接指挥。那统战部呢，通过海外控制的华侨组织和社团，在海外大肆采购防护物资，运回中国去。好，看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了，中共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呢，就开始向世界各国大采购，抢夺防疫物资。虽然这其中可能有部分物资是为了中国国内使用，那有的是囤积起来准备日后的战略使用。但是呢，中共这场大规模的掠夺物资行动，却造成其他国家呢，在疫情爆发之后陷入物资短缺、无力抗疫的困境。那这是中共病毒超限战的首部曲。第2部曲，影响世卫误导疫情，病毒蔓延全球。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后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之内向世卫报告疫情实况。那即便后来通报了，
但是中共依然隐匿了疫情会人传人，也促使世卫呢不断对国际社会发布了错误情报，误导各国的防疫工作。再加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不断的配合中共淡化疫情，吹捧中共，要求各国不要对中国实施旅行限制，结果导致病毒呢快速的蔓延世界各地。第三部曲，物资捐赠或卖到海外，宣传洗白，扩伸影响力。接着呢，中共开始一方面对内宣称疫情趋缓，准备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呢，也开始频频的对外捐赠物资进行所谓的口罩外交和抗疫外交。那党媒还大量推出了各国感谢中共的舆论造势，甚至还用战狼式的语气强调世界应该感谢中国。那很显然中共试图通过大内宣、大外宣的日夜宣传，来对外营造出中共抗疫胜利、中共是救世主的公关形象，同时呢，也对内宣传中共的大国担当。那这种做法呢，一来是要甩脱中共制造疫情的负面形象，二来呢是要误导各国信以为真，促使更多国家向中共来寻求援助。那三来呢，中共要趁着对外国提供援助的时候呢，向海外延伸、扩伸自己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和支配权，来为将来的国际统战做铺垫。那也就是呢，中共要通过口罩外交强化对世界各国的锐实力，同时呢，宣示中共在世界具有领导地位，为中共将来称霸全球来铺垫基础。第四部曲，拦阻口罩出口，加重美国困境。然而中共虽然表面上对许多国家提供物资进行抗疫外交，但是呢，私底下却暗中限制中国境内生产的防疫物资出口，甚至呢，就连 3M 等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工厂呢，也被下令说不得把口罩卖回美国。那消息被披露之后中共被批评涉嫌了一级谋杀。中共受到压力之后，虽然改口同意 3M 口罩可以运回美国去，但是呢，中共这种表面慈善、背地捅刀的举措目的显然是体现了中共的海外大战略。中共想要通过这次的疫情呢，让美方疲于奔命，同时呢，切断或者减少美方手中的防疫物资，让美方陷入更严重的困境。说白了，中共等于是先把毒药灌给美方，再拿着解药到美方面前去兜售。那中共这样做呢，除了是要削弱美国的国家实力，让美方元气大伤，同时呢，希望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和社会，来拖垮川普的年底选情，并且呢，中共也很可能想要借由防疫物资作为一种筹码，来交换跟美方重新协商或者修改贸易协议。第五部曲，市场抢口罩，促使美国与盟国矛盾。由于中共已经事先抢购了大量的防疫物资，导致国际社会缺货，因此呢，当欧美疫情爆发之后，欧美各国势必会为了争抢有限的防疫物资而发生矛盾，甚至大打出手，上演一场世界口罩大战。那这一点呢，正是中共的斗争战略目的。当各国为了抢夺口罩而冲突的时候呢，中共不但可以找机会钻空子、见缝插针，分化美国和盟国的合作关系，瓦解美国的国际实力。那中共还可以动用内外宣呢，来批评美国、攻击美国。一方面是向中国人民灌输说，美国是强盗，美国受到世界批评的假象；那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借此拉拢其他国家，推进中共的外交统战，方便中共呢将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各个击破。好，以上这五部曲呢，就是中共在这次疫情当中埋下的一条病毒超限战轴线。那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病毒是中共制造的，但是呢，中共很显然逮住了机会，利用这场疫情的局势，发动一场跨国的超限战。而且呢，中共的首要作战目标依然是美国，不但想要通过疫情来削弱美国国力，拉低川普的大选支持度，还想借此分化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合作关系，让中共呢得以在疫情之后取得更高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扩张全球的锐实力。重点2，宣传战转风向，中共败相已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中共这次疫情的工作重点有几个明显的阶段变化，包括了设法应对掩盖国内疫情，宣称抗疫有成，各地疫情清零，推动复工复产，还有通过大内宣、大外宣甩锅病毒，以及实施口罩外交，营造大国担当等等。但是呢，现在中共已经悄悄进入另一个第5阶段，宣称呢要跟美国合作抗疫的阶段。怎么说呢？因为中共最近频频放出要与美方合作抗疫的信号。
首先，在4月2号，有100名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外交学人》上面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各国停止抱怨、指责，全球应该合作对抗疫情。4月5号，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投书文章，标题就强调说，中美应该合作对抗疫情。到了隔天，4月6号，外表是香港媒体，本质上是中共大外宣的凤凰卫视呢，派出记者王佑佑参加白宫记者会。那记者先向川普说，华为、阿里巴巴都向美国捐赠物资，又说崔天凯投书呼吁美方与中方合作抗疫。接着追问川普到底要不要跟中方合作呢？那结果不但被川普识破了，还被川普质问他是不是为中方工作。那过2天，4月8号。中共外交部的赵立坚呢，他说抗击疫情为了中美合作呢提供了一个平台。那同一天呢，谭德赛也出面了，他呼吁美中两国应该合作对抗疫情，不要把疫情政治化。好，这一连串的行动不用多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共在向美方进行合作抗疫的外宣宣传战，希望两国呢放下歧见，联手来对抗病毒。那中共的宣传语气显然跟先前的世界应该感谢中国，还有大国担当呢是迥然不同的，姿态放低了许多。那巧的是这2天中国境内传出消息说，中宣部已经紧急通知各大媒体要立即刹车，不要再宣扬中方抗疫如何的了不起，外国抗疫如何的不堪，并且呢要暂停对领导人的歌功颂德宣传。那中共为什么突然从先前的高调大外宣变得这么低调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在这次疫情里不但频频的说谎误导疫情，造成各国严重伤亡，而中共呢还提前掠夺世界各地的口罩和物资，造成各国无力抗疫，从而激怒了许多国家。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ew abou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n December. All of this could have been stopped. The city of Wuhan and the decent, hard-working Chinese citizens did not have to be destroyed. Hubei province did not have to be destroyed. They are the Chinese people, the biggest victims. This is a murderous group of gangsters, and they've got to be held accountable by the world. 而当疫情在国际社会扩大之后，中共又多次想把病毒呢甩锅到国外去。再加上中共推动的口罩外交不断的传出口罩品质低劣检测试剂根本不准等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中方对外贩售的口罩呢，竟然是先前美国捐给中国的物资。那中共一连串的不当做法呢，激怒了更多的国家，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声讨追究。那美国国会更强调说，要对中共追究责任，索讨赔偿。就连美国民间包括佛州、德州、内华达州等地也有超过5000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诉讼，要求中共赔偿疫情造成的各种损失。因此，北京当局应该相当的担忧，局势如果这样演变下去很可能会让中共陷入国际声讨、国际围剿的困境。那到时候别说是大国担当了，中共不但要面对天价的疫情赔偿，还会被世界联合孤立围堵，中国经济呢会更加的雪上加霜。况且中国各地的病毒疫情随时可能会再次复发。那北京当权者还正在面临党内不同派系的争斗挑战。北京当局呢可能发现苗头不对，形势很危险，可能会引火自焚，因此赶紧踩住刹车，对美国放低姿态，来寻求美中合作抗疫。至于美中合作抗疫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我认为不乐观。而且呢，中共这次激怒了全世界，也让全世界看清了中共政权的伪善和恶毒。因此呢，中共很可能得要面临全世界的围堵声讨，追究责任。毕竟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中共虽然一度想利用这次的疫情呢，发动一场病毒超限战，想从美中贸易战的落败颓势里呢，来个咸鱼翻身大逆转，但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中共的暴政本质和不正常的共产党思维反而激怒了全球，招来反扑。所以中共从先前战狼式的大国担当转向低调的合作抗疫，正好透露出中共在这场病毒战里已经出现了败相。那有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注意这次中共的疫情应对失败呢，也再次反映出北京当局继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还有台湾大选之后，又出现了严重的决策误判。北京当局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躬身自省。为什么会一错再错？是不是因为没有顺天而行呢？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共产党体制呢？如果他不尽快解体中共体制，
可能还会招来更多的麻烦和危险。好，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说的呢？再帮大家重复一遍：中共的病毒超限战5部曲。1部曲，全球掠夺防护装备，制造市场虚缺； 2部曲，影响世卫误导疫情，病毒蔓延全球； 3部曲，物资捐赠或卖到海外，宣传洗白，扩声影响力； 4部曲，拦阻口罩出国，加重美国困境； 5部曲，市长抢口罩，促美国与盟国矛盾。好，今天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亲朋好友分享。订阅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您就有机会收到我们的新的节目通知。我们下次再会。